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谈一谈有关感冒、发烧、头痛、喉咙痛、咳嗽、拉肚子、呕吐这些症状中医的一些自然疗法。好，那其实感冒、发烧、咳嗽呢，你有个人的症状比较严重，那该看医生的时候，建议还是要看中医或西医把这些症状治疗。那我们今天教的这些自然疗法，就是说，在基本的刚刚的看病之后的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症状的这些前提下，那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个自然的方式，好，让自己的身体复原的一个快速的方法。好，那等一下会一一介绍这些方法给大家。好，那其实治疗感冒呢，其实要分你今天的问题是在哪边。好，第一个，如果说你的问题是，比如说你今天吹到寒冷的寒风，好，或风吹太多，然后导致你的身体的，比如说发热啊、恶寒啊，哈，这个身体的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把它寒气啊、风寒解除掉。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喝个热姜汤，哦，或者是盖个厚棉被，喝个热开水，哦，冲个温水澡这样子。好，这样就可以把寒气排出去，那症状就可以很快的解除了。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如果说你今天的这个病程呢，是整个已经进来到你的那个比如说你的肺的部分，比如说你今天的肺的系统，你可能会一直咳嗽，好，这个时候你的咳嗽痰已经比较黄了。好，那这时候表示肺有点就是这个部分有点气管哈，支气管这部分有点发炎了。好，这个时候呢，你就是必须要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好，那另外一个呢，可能是扁桃腺肿起来的喉咙痛，好，那这个也会发高烧。那扁桃腺肿起来发高烧呢，一般可能会到39、40度。那这个呢，病程有可能会起起伏伏的，好，可能退烧的时候有起来，退烧起来，大概有的人可能会2天、3天甚至4天都有可能。好，那另外一种，比如说它是肠胃炎型的感冒，那这可能会上吐下泻。好，这个时候你就要处理他的那个肠胃炎的问题。好，所以处理起来每个症状处理方式都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就是另外的话，我们中医怎么治？啊，那中医来讲的话，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一些穴道的一些处理，可以让你的发烧啊，或者是一些咳嗽啊，扁桃腺肿起来的症状缓解？其实是有的哈。那第一个要介绍就是我们中医，就是你今天发高烧，可能39度、40度的话，那我们中医在治疗上就是有一个很简单、很重要一个穴道叫大椎穴。那大椎穴就是在我们头的后面第7颈椎下面这个地方，大概头低下来这个凸起来的骨头的下面这边。那这个地方的这个大椎穴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今天发烧的时候，在这里放血，放血的话，把它挤出几滴的那个黑血，你高烧的话血通常是比较暗、比较黑，然后多挤几滴黑血，那有的比较可能有工具的，他可能用一些拔罐之类的，也是可以。那治疗你在这里先给它稍微捏一捏，好，让它捏热一点，充血一点再放，这时候你放一点血掉，大概其实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放血呢，大概放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中医放血有个大原则，就是血变即止，变是变化的变，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你今天刚开始有问题的时候，你放的血会比较暗沉、比较黑，那一直挤血，把它挤到开始变得比较鲜红，表示你这个经络已经疏通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停止了。那这个血会不会放很多啊？其实不会，它通常放个几滴，慢慢的血色就开始变得比较鲜红，好，这样这个经络表示它已经疏通了，好，这是一个大原则。好，那你今天的感冒发烧有可能是扁桃腺肿起来，那扁桃腺肿起来，那就喉咙痛，吃东西就会吃不下东西这样子。好，那我们中医在耳朵这个地方，耳尖耳垂的这个地方它这边有一个那个一个穴道，这个穴道刚好对应到我们的扁桃腺，所以呢，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给它一个放血，放几滴血呢，可以帮助它那个扁桃腺整个消肿，退烧。好，那今天你有可能是，比如说你是肺部的一个发炎，一直咳嗽，痰比较黄，甚至比较绿。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手上的大拇指，这个我们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少商穴，这少商穴给它放血，放了几滴血，刚刚讲就是黑黑的，把它放到一点变红为止，这个少商穴。那
另外在食指呢，食指的这个地方，就是指甲的外侧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它也是放血。那这个是我们讲手阳明大肠经，那我们讲肺跟大肠相表里，其实两个一起放，虽然是肺的疾病，但是你这边放也会有相辅相成的效果。但是呢，有些人可能他有肠胃炎，可能会那个拉肚子，那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放血也是很有用的。那另外的话，我们会在所谓的无名指，无名指的这个指甲边，靠近那个小指侧，就叫关冲穴，这个穴道是那个三焦经，那这个呢，三焦经的话是一般来讲的话，你就放血的话，可以疏通我们全身的一个气血，所以呢，我的治疗方式在如果说有发烧的时候，我的方法就是刚刚讲的，你可以在大椎穴放血，那表现肿起来可以在这个垂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末端给它放个血。那另外呢，就是在你的那个手的大拇指的一个少商穴，或者说食指的商阳穴，然后这个无名指的一个关冲穴，这几个穴道可以放血。那我们的经验是，这几个穴道放完血之后呢，其实对退烧其实是蛮有帮助的。好，那其实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有的人发烧比较严重，甚至有点热痉挛的情况。那这个一定要赶快送医院那你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急救的方法？就是你在你的耳尖耳朵把它对折，在耳尖的地方，我们这边把它放血，它可以缓解这些紧急的一些症状。那另外有一种可能，有的人可能是气喘。喘得很厉害这个几乎那个痰呢，几乎把这个肺支气管细支气管这边整个把它堵住了，它喘不过气来。那这个也蛮紧急的这时候你可以在我们手上的鱼际穴，鱼际穴就是在我们的手的那个大拇指这凸起来，这个有一个肥肉，这个最高点这个地方你这样压下去的话怎么压呢？我们将手交叉。手这样交叉交叉的时候，然后你的手就是在这个拇指就是大拇指鱼际的地方用力的揉用力的揉。那这个穴道呢我们这个鱼际穴就主要是可以把肺热把它那个清掉所以这个地方呢有急性的一个气喘的人建议可以按这个穴道，这个穴道非常非常的好也可以急救那我想这几个穴道比较重要，先介绍给大家。那感冒发烧有一个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头痛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缓解呢？是有的。头痛的话，第一个最重要的穴道就是我们的风池穴风池穴就是我们发际内侧这个按下去就有一个凹槽的地方你这样用力的按揉你这如果说发烧的时候呢，头痛脖子很紧绷的时候，可以用力的按这样像我现在这样揉用力给它揉个比如说5分钟10分钟都可以那我曾经有个经验就是说我曾经有一次我的小孩子发烧到40度，然后呢我就发现呢，我就把他这个地方一直揉揉个5分钟之后，他的脖子头比较轻松之后，再量一下那个温度，发现已经从40度降到39度，就降了1度这样子所以这个穴道其实蛮重要也蛮好用的好，那我们再来谈一谈怎么样食疗感冒发烧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需要很多能量帮助我们身体快速的复原这个时候实际上你吃一些太多的寒凉的食物包括生菜水果生的肉当然这时候应该不敢吃也不能吃那比较大家常的误区就是发烧咳嗽的时候还是吃水果觉得这样补充一些新鲜水果会比较好，可是其实这是不是的我的经验是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有点身体不舒服，有点感冒轻微发烧的症状的时候，我就试着就是吃了一点点的水果，我就发现就是身体的那个能量就开始会突然往下降，突然消下去了一些这样子那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敏感但是我们就发现有这个现象。那你这个水果是生冷的，这时候你身体是需要阳气让自己恢复的，所以生冷的水果这个时候是不建议。那尤其是哪一种水果呢？就是香蕉跟橘子香蕉跟橘子会让我们的痰
变得更多，这时候有可能你在咳嗽啊，出现很多痰之类的，你让它变更多，只会让病情更加重，所以第一个我们强烈的不建议感冒发烧的时候吃水果，那另外的话就是你今天有可能比如说上吐下泻有肠胃炎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其实最好的一个食疗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一个小白菜豆腐汤，那怎么讲？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这个豆腐呢，会希望大家去买是一种传统的板豆腐。那板豆腐它有的会加一些石膏的成分，那石膏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退热，那再加上那个小白菜的话，它的一些营养素，对我们这个肠胃道的一个消炎，这些症状是很好的。那煮的时候就是清煮就可以，不用特别加什么一些姜啊，或是盐啊。那这个小白菜豆腐汤对我们讲的急性肠胃的症状的发烧其实是有帮助的。那另外的话就是你今天如果胃很不舒服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时候的上吐下泻一个更简单的一个食疗就是你吃那个小米粥，这个是我在门诊上常常建议这些肠胃不舒服的患者所食用的。今天不管你是肠胃炎的症状上吐下泻，或者是你今天胃吵杂，就胃很不舒服啊，或者说胃酸逆流的话，或者说感觉火气很大，这时候你的这个小米粥非常好。那小米粥它是黄色的，我们讲黄色的那个鹿皮土，比较固胃肠，那个小米呢本身有点清凉退火，所以可以帮助消炎。那我觉得这个肠胃的症状小米粥急性期特别的好，就非常建议大家可以使用。那平常呢，你可以在吃饭的时候白米加小米各一半，或者是你小米1/3，在吃饭的时候这样做也是非常好，可以正常健胃。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一个我们的如果说身体很虚弱的时候，一直发烧的时候呢，那在平常如果没有肠胃炎症状的话，你可以吃什么呢？你可以吃米粥，就是我们用大米去熬那个粥来吃，那大米熬粥的方式就是我们用那个精米，那什么叫精米呢？精米就是那种圆圆短短的米，有的米是长长的，那这个就是它的煮起来之后它的黏液质会比较少，那我们要圆圆短短的这种叫精米。那精米来熬那个粥，那怎么熬呢？就1杯米20杯水，1:20的这个比例，用砂锅或陶锅来去煮，要熬煮个2个小时。那熬出来的话，这个2个小时的热能它的能量就会灌到你的那个米里面去。那喝起来的话，这个喝热稀粥可以帮助身体那个能量快速的提升，帮助身体的修复。那这几个食疗强烈的建议给大家。那我们接下来介绍就是我们通过简单的肢体的伸展的动作，帮我们的胸部的这些气血强化，帮助身体的咳嗽啊、感冒的症状修复的动作。那我们的动作很简单。那我们摆的动作就用这个动作就是手肘在你的肩膀在下面一点点然后这样左右摇。这样左右摇。当你左右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脊椎呢会左右的摇摆。那你这个卡住的关节，它就慢慢的打开。那这个关节打开呢，可以让我们的那个经络，还有那个神经传导到你的心肺这个地方的神经跟气血顺畅。多做几次呢，你的胸口会觉得很舒服。对，那你胸口舒服，表示你的气血的塞住的地方慢慢的打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胸口咳嗽的症状可以慢慢的就可以缓解一些这样子。就这么简单。然后呢，其实另外还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化的版本，就是说，我们手可以不用抬起来想象我们的卡住的点我们的胸部的点在这边，然后呢，我们这个胸椎呢，像肩膀左右摇，像我们这个摇篮一样这样子左右摇，就过来肩膀上来，就过来肩膀上来，就这样左右摇。那你这样摇呢，你会发现呢，你的胸椎也会舒展开来。有的人卡住的人，他会觉得咔咔咔，怎么开始舒服了这样子其实胸闷心悸的人都可以做这个动作。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动作掌握的不是挺好的那你也可以用刚刚的这个手肘抬起来这样摇的动作来解决。
那我们再介绍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胸口整个打开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双手合十然后手往上举，然后再往外画个大圆，水平往外画个大圆，好，就这样子往上，这样画个大圆。那你的呼吸呢，就自然的呼吸就可以，不晓得大家做这个动作有没有什么感觉做的时候感觉肺活量变大了，进氧量变多，而且呢，有的人会觉得背部的那个肌肉背部这边的肌肉就会肌肉有那种舒展的感觉，啪啪啪的感觉。这动作其实也很简单，非常舒服的。那另外其实我们以前曾经做过有2个短片，就是有关胸椎错位跟驼背的一个影片。那这2个影片其实是有谈到很多如何增加心肺功能的这些简单的动作，原则上有包含了刚刚的几个动作，还有更详尽的动作。那欢迎大家再回去看我们之前的影片那整个调理起来会更顺畅这样子。那原则上其实感冒的时候呢，其实是要少做激烈运动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些动作其实是蛮缓和的反而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些能量气血的顺畅，帮助我们身体修复。那以上就是这些方法是我们自己在临床上常用的，包括我们的家人或是我的患者，我们会教这些给大家那希望这些观念跟方法对大家非常有用那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多多观看我们的视频帮我们做一些点阅的一些动作那谢谢大家的观看，再会。